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，面对英特尔来势汹汹的12代酷睿 ，AMD 早已准备了升级版的 Zen 3加架构一一应对。但目前来看，单凭 Zen 3加的实力是不足达到12代酷睿的，所以苏妈方面必然是留了后手，而这就是饱受玩家们期待的 Zen 4架构。那除了其会换有 AM5 插槽外，Zen 4架构究竟会有着怎样的性能提升呢？下面就跟着超级课来看看吧。不得不承认，为了挽救11代酷睿的拉胯表现，英特尔的12代酷睿可谓是创新与堆料齐头并进。而根据目前所曝光的成绩来看，旗舰款 i9-12900K QS 版本在 Cinebench R20的单线程跑分超过了810分，而多线程得分更是超过了11600分，这比目前 AMD 最强的锐龙9 5950X 都分别要高出 25% 和 11%， 更何况还是鉴于12代酷睿的 QS 版本，等到正式版到来时，成绩有可能还会更高。所以面对这样的压力 ，AMD 方面自然是不能轻易放松。但对于 Zen 4架构，苏妈同样是有着赶超性能最强的决心。具体来看 ，AMD Zen 4架构的核心代号为 Raphael， 将会基于台积电5纳米制程工艺打造，并归属于 Ryzen 7000系列。除此之外，其也会与12代酷睿一样，将首发支持 DDR5 内存，而主板插槽也会由目前的 AM4 规格升级至 AM5。同时，从目前推特用户所泄露的渲染图来看 ，AM5 插槽将会把插座类型从 PGA 更换成 LGA， 具体参数为 LGA 1718，采用正方形结构，拥有40×40毫米的面积大小。但比较特别的是，其会采用和目前 IO 类似的锁扣机制，以换取更低的损坏率。而这一点对于新用户来说确实比较友好。至于在详细规格方面 ，Zen 4架构并不会拥有前段时间所称的24核心，甚至是32核心，预计最高仅有16核心32线程，也就和目前的 Zen 3架构一样。而出于这样的原因，则是考虑到目前的核心已经领先于对手英特尔，徒增核心只会让处理器的成本和发量提高，同时多核心的重任一直都是线程撕裂者来体现，所以 AMD 采用这样的做法还算是较为合理。但要我说啊，这其实就是变相的挤牙膏。当然，核心规格只是一方面，在性能上，由于 Zen 3架构已经实现了 IPC 同频性能 19% 的提升，所以 Zen 4架构的 IPC 同频性能预计会有 20% 到 25% 的增长，而其基准频率也有望突破 5.5 赫兹。但更让人惊喜的是 ，AMD 还会在 Zen 4架构的旗舰产品中首次集成基于 RDNA2 架构的核显，并提供28条 PCIe 4.0 协议，以及支持双通道 DDR5 572内存。而在功耗方面，据推特用户透露，其最高将达到170瓦，堪称史上之最，活脱脱的电老虎。然而比较遗憾的是，据 AGOSLab 报道 ，Zen 4架构将会坚持使用 PCIe 4.0 的支持，并不会首发搭载 PCIe 5.0 技术，但目前还处于观望阶段，仅仅是暂时的。最后，根据 AMD 所公布的更新计划来看，基于 Zen 4架构的锐龙7000系列将会于2022年公布，但具体会被提前或者推迟，还得看隔壁英特尔的12代酷睿究竟有多大能耐。所以各位 Skr 们，请把你们的 yes 收起来，放一段时间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，记得关注超级课，我是 K 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